我们的小编呢收集了一些益生菌的一些配方，跟我们解说一下哪几个配方是比较好的。比如说 A 这个大类呢，你会发现说它有很多的益生菌 ，OK， 而且都有编号，还不错，至少还很负责，因为这个编号都有。这个第二个，它的益生元的部分呢，它加了一个针对它的菌种特殊性来要吃的啦哦。那 C 的部分有一点小缺点，就是各位要知道，益生菌假如种类多，它每一个好，那再来 D 的部分有益生菌，也够多哦，然后益生元也有啊，它比较特别，它有加价格比较高哦，说真的，那再来第5个的话，特别的是它有一个。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哦。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olanda 优姐，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曾义恒营养师。嗨，我是曾义恒，比利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讨论养生的相关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曾营养师哦，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益生菌哪些好菌很好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产品。那所以呢，我们的小编呢就帮我们收集了一些益生菌的一些配方。哇，从市面上找到，对，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然后你跟我们解说一下哪几个配方是比较好的。好，我们来看看配方，可以。好。哦，有哦。我们先撇开价格啦，因为上面也没写价格，也没写厂商哦的都不管哦，每一家厂商成本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针对它所标示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分几个大类，比如说 A 这个大类呢，你会发现说它有很多的益生菌 ，OK， 而且都有编号，还不错，至少还很负责，因为这个编号都有一些专利啦哦。那益生元它也有，比如说半乳寡糖，这就是给益生菌吃的哦。它在身体里面是不会被吸收，不会影响血糖，大家放心啊。然后有半乳糖，但是它里面加了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就会增加血糖啊。我必须说，它葡萄糖会，但是它可能量不一定大了。我觉得它加葡萄糖，我怀疑啦啊，这我个人怀疑，可能是会增加口感。好吃，对，好吃，对，好，所以这也无可厚非了啊。那难消化性麦芽糊精那是不会消化的，那个也是属于那个可溶性纤维，它有一点像纤维素，就是促进肠胃道蠕动用的啊。那它当然有综合酵素啊，那就不错，可以切割，所以它基本上这3项都有。那我们看这个第2个，它益生菌有，但它的种类就比较少。好，然后它的益生元的部分呢，它加了一个海藻糖哦。那这个海藻糖可能针对它的菌种特殊性来要吃的啦哦，可能它发现海藻糖可能对哪一种有用。当然，海藻糖这种糖类也是不能吸收的了啊。那当然它有一些可溶性纤维，玉米来的哦，这些果寡糖，但是它没有什么，它没有消化酵素。我跟各位讲，假如没有消化酵素的产品哦。它就比较不适用我刚刚说什么吃 buffet 啦，帮助消化吸收就没有办法，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了，那个基本上就是纯粹为了这个肠胃道的益生菌而设计的，所谓的消化酵素是针对上半部的消化问题，那也许这个 B 的产品是比较偏下半部，就是属于排便那一部分的问题啊。那 C 的部分它有益生菌种类不多，就是也还可以啦，就是比刚才多一点哈。但是呢，它益生菌就一种叫果寡糖，有一点小缺点，就是各位要知道，益生菌假如种类多，它每一个对于它所要吃的食物基本上也不会说很一样啊。对。那这样子有一点在果寡糖的话，那么我只能说，它的目的就真的只是给食物，但是其他帮助消化吸收。酵素或者是刺激肠道黏膜的，就都没有。OK， 好，那再来第1的部分有益生菌，也够多哦。然后益生元也有哈，它也有益生元，它比较特别，它有加所谓的菊苣哦，菊苣纤维，我觉得要加还不错哦，因为菊苣价格比较高哦。说真的，那这个综合消化酵素，它就蛮多的。包括什么淀粉、脂解、凤梨蛋白啊、转化酵素都有啊。它这个
配方好像比较着重消化酵素，所以我可以比较确定的是呢，大概这个就对于那种消化吸收不好的人在补充是可以用的。对于消化吸收不好的情况下的补充方法，基本上我认为你可以真的吃大餐的话，就是可以餐前吃1包，立刻开始吃东西，吃完东西再1包啊就可以，可以，对，是可以。那这个就比较着重上半部的消化吸收。那菌种的考虑性也是有，但是目前看不出来它还有哪些啦它都没有编号它是没有编号，所以我也只能说是不是这个是他自己怎么样去拿的，之后就不确定，因为他没有编号哦。那再来第5个的话，它有编号了，它有编号，好，那种类也算蛮多的哦。其中有个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它这个来源它可能就是克菲尔，因为它有克菲尔 M1，表示它这个就是克菲尔的这个特殊性的发酵乳培育出来的共生系统。那这个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哦。这个共生系统出来，表示它菌种不会互相拮抗，而且有编号。益生元也有哦，那益生元里面有果瓦糖，它有所谓的菊苣纤维，玉米来源可溶性。它比较特别，它加了全脂奶粉。那如果加全脂奶粉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是有2种，我个人认为应该可能是第一增加口感，2因为全脂牛奶粉里面会有脂肪，这个脂肪会让所有的菌种跟所谓可溶性会稍微有一点点集中。它不容易散开啦，不容易散开的时候，它的集中度不高的时候，受到外围破坏的机会少。比如说胃酸、胆盐，懂吗？就是大家散开，容易全部被攻击，聚集在一起，油脂包覆这样，有点像油脂包覆成为团，也许外面会受伤，里面还好的，这是个战略，好像南极企鹅，他们御寒也是整坨的哦。好，再来，然后这个综合酵素粉，有木瓜酵素。很明确蛋白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各位，有些人身上只要吃到乳糖就会拉肚子，那是乳糖不耐。如果乳糖酵素加在里面，你吃到有乳糖的，比如说披萨、cheese、汉堡，你不要以为没有这不要说牛奶了那一定会拉肚子的机会很大。那假如有这个，你就可以享受美食了啦。它会帮你把乳糖切掉了那在凤梨酵素，凤梨酵素还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轻微的肠胃道黏膜发炎，还会抑制凤梨酵素很特别。它比较特别是它另外加了一个叫超级食物了它号称超级食物。我们来看一下内容，蓝莓萃取物，好东西蓝莓是英国皇家空军一定要吃的水果，因为它是很好的天然抗氧化物它会让所有的黏膜的抗氧化物变高。可是它会加在这个配方里，我认为它应该比较偏向于是要让这些菌种不容易受到氧化剂的破坏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好，那可能也会有调味的特色，因为蓝莓萃取物很特别，就是味道还蛮好的，但是它同时又很强的抗氧化物蛮好的。那羽衣甘蓝。各位，羽衣甘蓝就是所谓的高丽菜，但是长得不一样。羽衣甘蓝比较小，通常比较不是在吃的，它是绿色的羽衣甘蓝，可是它是十字花科最典型的代表。然后它有一个特殊性，叫做维生素 U，就 U 姐的 U 啦。对。U 是吧？Ars 就是所谓的抗这个肠胃道黏膜的发炎。十字花科有这个，这是一个博士发明的定的那个编号那主要是里面是一个含硫的氨基酸的关系。对。那所以那还有胶原蛋白粉，像这样的配合是它额外添加这些目的，但是我觉得整个来讲，它还是为肠胃道着想的啦。因为你说加十字花科，它一定是为了这个 U 啦，维他命 U 啦，就是属于这种因子。然后如果是抗氧化，我觉得应该是跟肠胃道有关啦。大概是这样。好的，我们谢谢曾营养师为我们做这一些市场上这个益生菌产品的这个配方的一个分析跟点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曾营养师呢为大家分享和解说这个益生菌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超健康的朋友们，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知道更多健康讯息的，也请关注太阳星的官方 FB， 请持续关注我们超健康的频道。下次见，拜拜。